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咱们现场特别来宾张嘉玲议员、陈婉慧委员、尹乃菁小姐、柯震委员、张志伦委员。好，大陆跟印尼怎么搞一起来？说海军演练在哪里演呢？在我们台湾以东的海域我们台湾以东、东海、太平洋那在这边演练大陆也演练不稀奇了，怎么跟印尼联合在一起呢？那我们看台湾的这个地方他们在台湾以东方的海面，大陆的海警船、科研船在这边活动然后呢，日本跟菲律宾曾在这边呢划定他们的这个区域那另外呢，印尼的海军跟中国的海军外交部说呢，跟印尼去厘清，说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印尼没有，只有北京恶意在寻衅但是我不懂北京要来就来了，他也不稀奇，他常来嘛。那为什么要把印尼说联合起来？所以呢，外交部说只有北京片面在宣称，意思就是说印尼并没有宣称要跟北京联合这边演习了那所以呢，陆委会说这个老共呢是假演练、真扩张那另外呢，现在汉光演习40号演习14号结束了那北中南军团用重炮、雷霆射击紧接着登场，所以换句话呢，这个另外呢就是今天第7天了，然后呢官兵带标枪飞弹登龟山岛为什么呢？赏金船运补在龟山岛，所以登到龟山岛了，在宜兰外海了来，这个好吧，这个宜兰来问婉慧，怎样？我觉得其实这一次就可以看到这个，我觉得从几个层面来看，大家知道之前的这个日菲划界这件事情其实从这个我方的这个政府呢，从一开始从没有态度到大家讲很久之后都说他们没有表态，他才出来讲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态度但是我觉得从这个事件来看，为什么中印会有一个联合的这样的一个演练我觉得还是不外乎是中美两大强权的一个竞逐啦因为呢，中方也在拉他的人美国也在拉他的人嘛，美国有这个日菲，他可能都想要拉在手上，也在第一岛链这个地方，只是说这一次已经跨到我们东部海域，从这个日菲划界开始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一次的事件里面，我觉得从几个面向，从中国自己本身来看的话，其实他这一次所派出来的，从一开始看起来是谈经济的部分，可是后来还是跟政治有相关，因为他已经从这个交通部农业部看起来还是跟经济比较相关，跨到这一次已经到国防部了那在印尼的一个部分呢，我觉得应该我自己看是觉得他也有求于中国啦。老实说，因为他最近的这个国内的这个通膨的一个状况，包含现任总统可能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竞赛关系有人也想起来选这样子，然后他又想要盖铁路所以印尼内部呢的一个贷款的主要的一个债权国，其实是在中国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也成为这个中国在这一次的这个演练里面作为一个拉拢的一个对象不过回来讲，我觉得对于在我们的这个外面的一个海域里面其实我们希望看到的还是我们台湾政府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态度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这个龟山岛这边这样讲好了，其实我们最近在这个宜兰的这个路上常常可以看到这个坦克相关的这个军方的演练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这个军事设备都会在路上给我们看到，这样子有那样的一个氛围出来，就是要大家非常的 attention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希望我们的政府在这个部分还是要及早做一些表态了。就老共演习不稀奇了，把印尼拉起来很奇怪，为什么把印尼拉在一起？而且老共这样打你他就够了，干嘛把印尼拉起来？你觉得？我个人觉得这是2件事情可以观察。第一个，为什么是在台湾的东岸？然后呢，为什么会有印尼嘛？那先说东岸来说，因为过去来说，你如果说是台湾海峡，或者是在我们的西南，或者是在我们的东沙，大家就认知上面觉得这是他们平常出没的一个地方，没有什么太值得一个讨论的。可是今天却是在我们台湾的这个东部，那东部就整个太平洋的西岸、太平洋的西边，而且是跟
日本的西南，还有菲律宾的北边，就是我们第一岛链的广大的这样的一个海域。那这个是一个相当敏感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而且你不要忘记，他们从刚刚晚会所提到，从日菲之后，中国它就不断的，不管是从它的那个科研船，然后慢慢的到海警，慢慢到的巡逻，然后慢慢的到的第3舰队，所以它慢慢把它那个层级往上来提升，试图让大家觉得它是未来可以在我们的东部的这个层面当中呢，做出一个比较正常性的进驻，这是大家比较影响，觉得是要特别来讨论的。那印尼来说，那当然无可厚非，印尼的最近2任的总统都是坚守的一中的一个原则，而且呢，他们彼此之间的经济量体，过去中国在印尼当中只占第13大，目前来说占第2大，所以他们的经济的绵密性是非常大的。那中国大陆为什么要把印尼放进来？一方面呢，它可以告诉大家，在这个大东西的这个部分，印尼是在非常占据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位置，然后呢，它可以来参与我们一方的一个所谓的军事的海军的演习，所以对于它进入台湾的这个东部来说的话，它是跟它的区域来做这样一个联防，它试图要制造我们也可以跟其他的东南亚的国家里面来做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合作，所以它这个宣示性的一个意味，我觉得再加上印尼本身来说，目前来经济上面还有在军事上面跟他来一起做个联合的在做呢处理，也是可以被接受。不过今天我们也特别的否认，就是说目前还在一个罗生门阶段，到底印尼有没有真正涉入进来？以我们目前的说法里面是只有北京来去做，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大陆试图把这个我们台湾东海岸的这个层面纳入它未来可能常常会进驻，特别通过海巡、登船检查，然后慢慢变成个常驻性，这一点反而是我们都必须要非常小心注意的了。因为呢，他这边宣布的时候，中共是红河舰，印尼的海军叫来号舰、护卫舰，所以说人的什么样的舰都发表了，就很奇怪，因为否则的话，因为老共不需要靠印尼来增加他的声势啦，他干嘛靠印尼呢？对不对？是他宣布了，那我们说印尼没有宣布，是北京片面宣布，来进觉为什么？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这样子表示哈，说印尼没有这个宣布，是北京这片面宣布哈，我觉得就是找一个理由哈，找一个理由，然后来去讲说这个是中国大陆呢片面的一个行动，怎么可能嘛？不可能嘛哈！就说他找一个理由来，这个就是有点来糊弄大家，就说到目前为止哈，所以印尼呢并没有跟这个中国大陆呢站队。我觉得他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误读哦，而且就是形塑这个形式呢，完全就只是来去糊弄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众哈，让大家呢不要那么的紧张，说哇，印尼也跟这个中国大陆站在一起了啊。第一个，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军舰呢，他在8月上旬的时候，他就到印尼泗水去访问了。他当时呢就预告了说，双方会有海上的这个演练。就今天怎么可能说大陆呢去宣告？他没有宣布日期嘛，哈，他就是8月中旬啊，要跟大陆要跟这个印尼呢，他的舰都说出来了哈，来进行这个海上演练，而且有项目的，他不是没有项目，他是有项目的，他们要进行通航演练、通信操演、海上补给，哈，海上补给。他把那个演习的双方演练的科目呢讲得非常的低调哈，我们就只是在进行海上彼此的这个补给啊，但是他所透露出来的那个威慑的讯息呢，非常的强大啊，他其实就是在威慑演给台湾、美国、日本、菲律宾看的哈。然后当然对于台湾的敲打意味和威慑意味最浓。我们知道呢，今年的汉光演习，我们时隔了30多年，又把这个兰屿呢，好当做是一个演习的一个很重点的区域，因为我们的假想就是说，大陆的这个军舰呢，它会在我们东海岸的时候，它会占领啊这个兰屿岛，好占领兰屿，然后在那边部署无人机。和那个火炮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要驰援这个兰屿哈，它的想定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你现在呢，大陆的跟这个印尼的这个演练呢，是在我们的这个东部海域里面，好，东部海域里面，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然后已经有这种协同，已经有那种协同演练。我们不要讲作战了哈，因为我觉得从印尼的意图来讲，他并没有说在台海一旦发生战事的时候，他要介入的那个意图，只是说呢，印尼呢，他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他操作跟这个不管是日本。好，或者是周边国家这些关系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印尼一个很灵活的一个手段哈。印尼是东协龙头，好，那它在这个东协的地位，还有它的经济体，然后它是集团体的成员，这都毋庸置疑啊。这个海域，这个东部海域跟印尼在这个南海伸索的主权的范围并不重叠的，可是呢。印尼呢，却是不管是日本也好，或是这些美国也好，他都要极力争取的一个对象啊。可是就在这个日本的外相哈，日本外相小泉刚刚到这个印尼访问哈，然后跟这个印尼谈了朝务级的舰艇这所谓的这个出口的这个之后呢，印尼就随即的跟俄罗斯在进行了这个演练了哈。然后现在呢，又加入到这跟中国大陆在这边进行演练，所以。它就是透露出一个，你日本跟菲律宾，你划界那个经济海域的时候，你那个就形同废纸嘛，哈。然后我们今天呢，这么讲的好像很硬气也一样，就是说，我要请这个印尼来说明说到底怎么一回事。你这样的你的这个脊梁骨，我们外交部的脊梁骨划这个经济海域商谈的时候，你就应该大声的跟这个日本还有这个菲律宾抗议啊。把这个日本的驻台代表、菲律宾的这个驻台的代表召去来了解啊，他没有，然后他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大陆呢就步步进逼，他现在进逼到就是我除了在这个台湾的东部海域，我就来巡防哈，我就来巡防那个海警海船，他现在演习都搬到这个区域来了，那这样子不就是凸显了我们在这个这次汉光演习的时候。我们的想定，他要攻下兰屿，然后我们要护卫的时候，这不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战略的一个盲点吗？所以这不就是恰恰的在告诉美国一再的这个强调，还有就是说他们不会在这个亚洲的这个地方撤军啊。美国的国防部次长才刚刚讲，他们不会放弃这个地方。可是你真实的在这个区域里面发生了这些比较。对峙的冲突的时候，你除了把美国除了把菲律宾拿来当起始，拿去对这个大陆在南海这边来去争夺这个之外，来去争夺挑衅之外，在台湾把台湾呢当作是一个刺猬，然后不完全的不承诺给予台湾，一旦台海发生战事的时候，你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所以这个就是在演给美国看呐，演给日本跟菲律宾看呐。我刚刚去查了一下啊，就是印尼跟菲律宾有冲突吗？说没有，最近印尼跟菲律宾没有冲突，而且他们都是这个东协重要的国家。那印尼跟日本有冲突吗？说也没有冲突。他们合作的非常密切啊。那跟台湾呢？印尼跟台湾光在台湾，印尼的移工有超过30万个印尼移工。同时还有好几万的。这个新住民啊，所以印尼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样做？那么另外呢，因为台湾外交部最近常常搞报复，那会因此如果说真的在8月中，印尼跟老共呢这个联合演习，他会不会宣布禁止印尼移工进来？台湾旅客不到菲律宾不到印尼去这个旅游了，会不会？不知道哦，到底我们敢不敢也不知道。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我们突然在巴黎沙滩发现一个这个大陆的这个艇小艇那放那边好几天了，6天头3天没有人知道，后3天我们去钓鱼的人发觉说奇怪，怎么摆那边一直摆这个地方呢？然后再一看上面有大简体字的这个素食的这些记号可乐啊等等之类，说大陆来的，然后就去报案了报案了以后呢？查在桃园查到，大家知道从巴黎到桃园20几公里，他怎么去的？走路去那如果急行军，表示这些人是有训练的否则的话怎么可能跑那么远去啊？而且看起来那个游艇上只有3个汽油的桶子备用油，
那如果从大陆直接过来，3桶油是不够的哦，而且他吃什么呢？就吃一些素食啊。哦，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是真的从大陆来，还是中间大船把它放下来的？船运到一半，把它放下来之后，很短的路哦，而且三套救生衣，就只剩下抓到2个人。那到底为什么要3套救生衣呢？到底怎么回事呢？哦，那民进党有些委员说，哎呀，我们海岸线太长，台湾的海岸线什么太长？这么一个小岛有什么海岸线啊？你看那个大陆国家那个海岸线才长了，我们这不就什么海岸线哦？所以呢，这怎么叫长？那我们的海巡署啊，什么在干什么吃的哦？所以呢，这个海巡署还在状况外，2天以后海巡署还在状况外哦，而且呢，他们说从这边登岸哦，到总统府只有22公里哦，他现在22公里走到桃园去了，说走到这边来斩首你怎么办哦？那这个海巡署说，因为雷达上看哦。它这个橡皮艇啊，只有一个光点，所以判断的时候可能会是海浪，因为海浪有光，所以不知道搞了半天哦，原来是一个小艇哦，原来是一个橡皮艇哦，错认啊，误判了哦，所以呢，他这个急行军26公里跑到桃园去哦，那另外呢，这个海巡署现在认为说应该是有大船的接驳，否则的话怎么可能哦从大陆直接过来哈？那现在呢，海巡署用查这个救生衣的 DNA， 说果然2个人相符，那第3个人在哪里呢？哦，所以呢，现在认为说海防漏洞不断了，海防是很重要的啊，海巡不是被认为是第2海军吗？所以国民党说管碧玲，你说清楚，到现在说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呢？哦，所以卫战你还在汉光40号演习，人家搞不好就看你的海防到底怎样，卫战先败，海防这个海岸破防。所以这是人为疏失，所以造成一个破口。我们看一下，我们期盼透过科学的力量，确实掌握周边海域的环境变化，进一步强化海域态势感知。同台海委会主委管碧玲总统才叮嘱要坚守我海域安全，但这回又爆出7月底有对岸人士乘着橡皮艇偷渡来台巴黎。如果是海巡署内部的一个人员疏失，应该要从严惩处。啊，如果是相关不可抗力的这个因素，也要尽快的跟国人大众来说明。面对这样子特殊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可以赶快把破洞补起来。但是这个破洞如果要一补再补的话，那我想这个海巡署真的是欠社会大众一个交代。我河防遭中共突破，首例发生在2024年6月，男子驾着快艇被发现在淡水河口。同年9月，类似事件又发生，男子是驾着橡皮艇改偷渡林口。时隔2年，这回发生在巴黎，3个地点不谋而合，都是北部红色沙滩。中共显然想测试我海防破口。只是类似事件一再重演，海巡说好的要建置红外线侦测，强化监控体积较小的舟艇，这回又在解释是科技装备尚未到位，无法达成零漏接的目标，遭质疑常态性预算不是都有到位吗？监控设备始终跟不上，又要如何确保台湾的海防没有破口？来自人在里面新北上岸的，的确啊，因为我本身还是内政委员会的委员啊。那首先我还是要，给所有海巡弟兄也非常辛苦，给他们一个鼓励啊。那我刚刚也提到说，我们海巡署的张署长有道歉了，那我也是予以肯定了。不过为什么还是要严厉谴责这个问题哦？因为这是连续3年第3次的发生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在113年的时候，有中国籍男子驾快艇闯淡水河，那是在113年。114年有2次也是用橡皮艇闯到我们台湾的海域过来，以及包含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事件也是在我们汉光演习前闯到这个巴黎进来，而且急行军的27公里，海巡署完全都没有反应出来，所以这个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讶异那我们也要必须说其实当时在113年最早的时候，那时候海巡署就已经跟我们承诺说，要用红外线热像仪或是智慧型海岸监控，甚至是无人机的部分，来加强雷达跟人工守望的不足。那我要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在这几年因为我们在内政委员会、在立法院，海巡署的预算是一毛不删，1毛钱都没有删他要什么我们都给什么。甚至我们在质询的时候，还有跟海巡署管碧玲，他都用哭的来拜托预算嘛。我们还跟他拜托，我们还跟他讲说，你的预算还比这个你的法定预算还多，因为他有时候会这个增加预算，会编临时增加预算，所以他的预算是非常充足的。
所以我必须要说，海巡署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是人力不足啊。那装备哦，是不是还是没有买好？是买的还是太旧的，还是买的就是有什么问题哦？还是到底是施政无能哦？所以管碧玲主委他必须要来说清楚。我看管碧玲主委到目前没有道歉，也没有做任何的说明哦。所以我要必须说，我们预算有给到位。可是哦，你到底有没有办法使用？那买的我知道，过去来讲，我们海巡署买的东西哦，都是贵桑桑的、所以我过去啊，不管在海巡署，我都有踢爆说，这个海巡署有用资本门移转到那个经常门，这种事情会发生。或者是我们看到海巡署过去买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的时候，第一代可能400万，第二代变1600万，这样的事情在海巡署都会发生啊。所以最后我还是要这个拜托这个管碧玲主委这一定要好好来管控。而且这一次我刚刚看到事件是有一个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笑的，就是这次两个偷渡的来两个都落大陆的还带素食来，他不知道说台湾是不准带这些外来的食品过来的所以这就必须要说，这个虽然是玩笑话，也必须要说，我们的海巡就是国安，就是我们第二我们的第二国防第二海军，所以一定要注意。我们先讲结论了哈，我看到这个海巡署署长出来道歉，然后他也是说那个雷操守他误判，他认为他是一个光点，但是他们的疏失就在于他没有继续追查下去。好，那他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然后，所以他们既然已经承认错误，而且也要追究相关的责任，我想这个事情就让他查到底了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蛮纳闷的，因为一而再再而三他如果真的是有意图他是来测试吗？还是说他想要意图说让你看看你能不能抓得到我？因为理论上来讲你偷渡上岸，你这些东西应该都要销毁才对，对不对？他把船留在那边，他3件救生又留在那边，那连素食都留在那边，故意给你看，故意给你看看你能不能抓得到我啊？其实是这样子的，故意让你知道我大陆来的。对，好，所以在7月24号接获民众的通报，那警方在这个7月30号在桃园逮捕他，还故意留下线索让你去比对，留下什么线索？这些救生衣上面有 DNA 啊，这些食物上面也有他们的相关的证据嘛，去比对，果然就抓到了。所以其实我认为这不是偶发的事件，这是刻意的，也不可能一个橡皮艇从对岸就这样飘过来，完全中间都没有任何的补给。那请问他素食怎么来的？从对岸来，最起码也要好几天嘛，对不对？那素食中间是有什么得来素在海中间可以买吗？这一定是有大船对它做这个接驳的作用，可能到海峡中线或是哪里把它放下来。所以我也呼吁了因为海巡的弟兄确实相当的辛苦事实上在我们中国也有海巡的点但是我是认为说相关的责任还是要追究，还是要严加训练。那至于装备的部分，那今年我看那个海巡署他们海委会他们想要在全台湾环国环岛然后这设置好，我印象没有错的话，应该是有100多个点然后我想科技能够更进步，我们的智慧化或是无人机能够更强加监控这些，帮忙我们的海巡弟兄，我想这是好事不过单一的行为我们要去追究责任以外呢，也要去想说是不是偶发的事件而已，还是它是有计划的，一点一点的突破你的防线。我认为是有计划的，故意来的啦因为道理很简单嘛。如果说我就说我因为太向往台湾的环境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入境太麻烦了，所以呢，我今天就是刻意到台湾去。这个我相信有人可能这样，他不是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在海上飘就飘到台湾去了。你相信这样的事情吗？怎么可能？大海茫茫，台湾就这么一点点在海里面，他怎么就飘啊？他不是要，他说他的目的不是要到台湾来他只是就来了。就想当个鲁滨逊就飘到台湾，就来了就上岸了。那你来上岸发现这奥德赛蛮好的，这个不是我要的地方，你赶快走嘛，对不对？他没有他上了岸以后还有台币可以花，把橡皮放那边，还走了这个20几公里，走到桃园，这边有人接驾他，所以很奇怪了所以我认为可能就在你现在搞汉光42，对不对？哇，一副大张旗鼓，什么有防斩首啦，什么淡江大桥啦，一大堆我就给你拍一点去看你到底有没有漏洞，一定这样，否则这个时间不会很奇怪吗？对不对？就上来了，而且那边招摇，还故意在里面放的素食简体字百事可乐，让你看我就是大陆来的。对，这个东西照理讲，我丢到海里去，你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有可能台湾的钓客放在那个地方对吧？你怎么到大陆来呢？我就是看你几天发现，然后发现以后能够找到我，找不到我，几天找到我，这就是漏洞嘛。休息再回来，你在演戏，他也在演。